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节目。上一期我们是用三文鱼去做中餐和西餐的比较。如果你非要让我打一个分的话，我会说这两个菜都，你知道这个动作不知道什么时候流行的，但就是因为我和我们全家都是肉食动物。对于肉食动物而言呢，鱼类根本就算不上荤菜。我们连去这个披萨店买披萨都只选 meat lover。如果在这一顿饭里边只有这一道鱼菜的话，我们就都会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期就一盘羊肉串就掩盖了这两个主角的光辉。那这一期我跟你讲就厉害了。这一期Woolworths的海报上面提供的主菜是排骨，而且呢，这个西餐呢做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道烤猪排。烤猪排，我想咱们大家肯定都不陌生。在这个非常经典的电视剧《纸牌屋》里边，男主角 Kevin Spacey 经常去一家非常简陋的一个烧烤店，去点这么一个烤得焦焦的烤猪排，看着非常有食欲。所以你看再经典的大制作里边呢，加入了一道美食，也会显得非常接地气，非常有味道。那西餐我们已经选好了，中餐呢，我们就做一个也是家喻户晓的一道菜，就是池汁蒸排骨。这道菜呢，我们经常吃，但是我从来没做过。经常吃的原因就是在我们这边广式茶餐厅非常的流行。那作为肉食动物来讲，每去到广式茶餐厅，肯定会点一道池汁蒸排骨。今天我们就做一做看一看呢，我们在家制作的池汁蒸排骨跟在饭店的有什么区别。同时我们也来比较一下，作为排骨来讲，分别做这个中餐和西餐，它们有什么样味道的不同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超市。好的，你看现在呢，这两道菜以及所有的调料我们都已经买好了。那通过这个中餐和这个西餐的这个调料数量来看，我们看出来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，做这种肉类的菜品的时候，都是堆积大量的调料。它跟这个做鱼就不一样，做鱼呢，你看这个调料是力求简单，要吃出这个鱼本身的清香味儿。但是做肉你看就要用这种非常复合、非常复杂的这个味道，把这些味道全都腌制到这个肉里边去。然后当你吃这个肉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感觉这个味道噗噗噗的往你这个味蕾里边撞。这个我觉得是中餐和西餐共同的一个理念。不管是这个烤猪排还是蒸排骨，大约蒸制时间呢都要1个小时。我们尽量把这个时间给用满，要让这个肉达到这个骨肉分离。咱们现在这个中餐和西餐的酱料调制好了，同时这个排骨也已经焯好水了。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排骨给它1分为2，然后呢这个池汁蒸排骨给它把这个排骨整理成小块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腌制1个小时。随后呢该上锅蒸的上锅蒸，该进烤箱烤的进烤箱烤。好的，现在这两道菜呢就已经腌制上了，我们呢过1个小时再继续制作。现在我们这两道菜就已经腌制好了，我们一个进烤箱烤，一个放蒸锅蒸。咱们这个西餐和中餐现在就已经做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呢先尝一下。
这两个菜都用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赞。而且今天做的这两道菜呀，可以说是风格迥异。这道烤猪排啊，味道浓烈而粗犷；这道豉汁蒸排骨呢，味道是温柔婉约。这个呀，你拿起来啊，就想大快朵颐的一口咬下去。这个豉汁蒸排骨呢，你吃它的时候啊，就由不得的就想把它放在这个小碟小碗里，一口一口的配着米饭吃。这道菜呢，就有点像是啊，它把所有的这个调料，把所有的这个味道都放在一起，见到你了就往你这个舌尖上，往你这个味蕾上噼里啪啦的砸过去。而这道菜呢，就有点像把它所有的味道，放在一个小包里，放在身上，等你啊慢慢靠近它去品，你细品。同样呢，这两道菜啊，你看啊，它们的原材料都是这个猪排骨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不同的蒸制方法，味道啊大相径庭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郭靖和杨康，你看他们小的时候啊，都是一张白纸。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忽然有一件事情改变了他们，从此啊，两个人呢就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。待他们这个成年华山论剑之后，一个呢是学得了九阴白骨掌，一个呢是掌握了降龙18掌。可以说他们的这个一招一式啊，就天壤之别了。我也送给这两道菜啊一句话：不管啊你们人生的沿途多么美丽，千万不要忘记来时的路。吃的。今天的点评啊就到这儿了。我现在呀要专心吃这两道菜了。您看啊，咱们今天除了做菜，又品尝了美味的菜肴，同时呢又感悟了人生。这个时间啊，我觉得花的非常的值得，你说呢？好，咱们下期再见。